乌军在阿夫迪夫卡受挫，痛失工业区。胡塞再度袭击美舰，发射2枚弹道导弹。塞尔维亚签署重要军事合同，想要打开国际军火市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虽然乌克兰战场已经迎来了冬天，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阻止双方进攻的脚步。尤其是俄罗斯方面，进攻变得更加活跃，在多个战场展开了猛攻。不仅如此，俄军还对基辅实施了大规模空袭。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说法，基辅地区的警报足足响了6个小时，俄军出动了70余架无人机，从不同的方向进攻基辅。不过，绝大部分的无人机都遭到了拦截，但依旧造成至少200栋建筑停电。一边发动地面攻势，另一边利用无人机袭击基辅。很明显，俄罗斯就是想要利用这个冬天进一步消耗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而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夫迪夫卡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瓦格纳雇佣兵与精锐突击部队抵达俄乌南线战场，双方在阿夫迪夫卡工业区的攻防战也进入了白热化。从最近战场动态来看，俄军明显想要实施2翼包抄的战术，打算对阿夫迪夫卡进行合围。整个城区与巴赫穆特相当，但战局也要比巴赫穆特更加惨烈。尤其是阿夫迪夫卡的工业区地形非常复杂，不仅拥有多个工厂，东侧还有一座人工湖，建筑密度远高于巴赫穆特。自11月24日开始，俄军对阿夫迪夫卡多处乌军阵地和地下防御工事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仅在25日当天，俄军就通过航空轰炸的方式密集袭击了200个乌军目标，不但大量使用了 RBK-500 系列弹药打击俄军地面目标，另外驻扎在村镇外围高地的俄军炮兵部队也使用重型火炮与大口径火箭弹对乌军主动展开袭击，迫使分散在各处的乌军开始在城内聚拢。在这几日中，阿夫迪夫卡的乌军损失不小。尤其是在25日的时候，乌军第53旅在进行换防时遭到俄军进攻，第53旅在没有等待第116旅抵达就被迫撤离了阵地。这一举动给了俄军机会，使得阿夫迪夫卡防线门户洞开。俄军抓住机会猛烈进攻乌军第110旅侧翼，为了避免被俄军渗透部队包围，驻守城南工业区的第110旅只能选择连夜撤离。这一连串的事件让乌军直接失去了工业区和南部紧邻的葡萄园关键阵地。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乌克兰守军，在火力军了解战场实际情况后发现，导致乌军被迫撤离的原因不仅仅是俄军连续轰炸，还有就是战场的天气变化。到了这个季节，乌克兰多处地区已经开始进入雪季，不少战场的温度骤降，乌克兰守军无法获得足量的补给和军事物资，只能选择撤出战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乌军想要全身而退也不是很容易。目前撤离阿夫迪夫卡的主干道，包括 E50 和 H20 公路都已经被俄军把控，只有 O0542 公路还在乌军手中，但并非主干道，通行效率有限。对于乌克兰来说，阿夫迪夫卡工业区的失守是一个噩耗，因为此处是重要制高点，此前俄军已经控制了北部的拉基山，如此一来，俄军拿下南北2个制高点，对于合围阿夫迪夫卡非常有利。但乌军没有坐以待毙，根据之前的消息，乌军第116旅已经从北侧调到了阿夫迪夫卡，以加强城区防御。现在俄乌争夺的关键点仍在 O0542 公路，但由于天气的影响，大雪和大风降低了能见度，并使空中侦察和炮兵校正变得非常复杂。由于天气原因，俄罗斯的火炮使用减少了1半，无人机的使用减少了5/6。在缺乏空中侦察和炮兵修正能力的情况下，艰难的冬季条件将迫使双方更多的依赖步兵进行地面攻击。不过，乌军正在利用俄军的后勤弱点，在破坏俄军在阿夫迪夫卡以北的优势。乌军切断了俄军从霍尔蒂夫卡到阿夫迪夫卡的补给线，以此来阻止俄军在阿夫迪夫卡以北的进攻，迫使俄军转移后备部队来稳定战线。乍一看，这2个地区没什么关联，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霍尔蒂夫卡的稳定直接决定着俄军是否能在阿夫迪夫卡顺利进行合围。因为霍尔蒂夫卡和顿涅茨克一样，都是俄军主要的后勤补给中心。
阿夫迪夫卡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北侧，比如焦化厂、垃圾山。既然从北侧进攻，那就不能从南侧调兵，而北侧小村庄也不允许俄军大规模驻军，因为距离前线太近，很容易遭到乌军炮火袭击。所以俄罗斯进攻北侧的那些预备队驻地基本在霍尔利夫卡。目前乌军指定了2步作战方案，首先就是切断两地之间的链子，然后迫使俄军驻扎在霍尔利夫卡的部队转移到其他地区。目前第一步计划进展比较顺利，因为乌军敌后小队已经炸毁了霍尔利夫卡通往阿夫迪夫卡最重要的一座桥梁，并不断破坏这一地区其他的连接路线。俄军想要破局，就只能将预备队部署前线，或者是绕道顿涅茨克，然后再进入阿夫迪夫卡北侧。关于俄乌资讯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美军舰再度遭遇袭击这件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在当地时间27日凌晨，又有2枚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当时梅森号驱逐舰正在解救一艘被挟持的油轮。根据美军的说法，导弹是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在11月26号的时候，中央公园号油轮发出求救信号，有不同身份的武装人员在也门附近的海域试图扣押一艘疑似与以色列有关的油轮。以军表示，这艘油轮原定于土耳其出发，前往印度，船只不属于以色列，船上也没有以色列人。同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表示，这是一艘英国船只，由一家日本公司运营。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在美国海军接收到了求救信号之后，派出梅森号驱逐舰前去救援。梅森号是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在不久前作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的一员，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地区，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伊朗，同时也为了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在接到美军命令之后，前往亚丁湾附近解救中央公园号油轮。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救援行动竟然会引发一场惊心动魄的导弹袭击事件。在梅森号抵达事发地点之后，美军要求释放这艘油轮。在经过紧张对峙和交涉之后，最终5名武装分子下船，并试图乘坐他们的小船逃离。不过梅森号可能放弃，迅速对其展开了追击。在一系列行动之后，成功抓捕了这些武装分子。就在解救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有2枚从也门胡塞武装方向飞来的弹道导弹突然对梅森号发动了袭击。据悉，在美军电子干扰和大范围机动等多种干扰下，弹道导弹并未能击中美军军舰，并且在距离美舰约11英里的地方坠落。很明显，这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做的。虽然他们否认了，自从加沙地带冲突爆发之后，胡塞武装一直热衷于袭击以色列，多次发射导弹，此前还出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军舰。而且在中央公园号油轮被扣押之前，胡塞武装就曾表示，悬挂以色列旗舰的船只、由以色列公司运营的船只，或者是以色列公司拥有的船只，都将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近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与阿尔及利亚签署一份重要军事合同，出售48套 NORA B52NG 轮式自行榴弹炮系统，由塞尔维亚自行研发，属于 B52自行榴弹炮的升级版本，在第11届国际防务展伙伴2023上亮相。NORA B52NG 是塞尔维亚目前火力最强的火炮系统，已经开始大批量量产。虽说这款武器系统并没有美国 M109 系列出名，但实力却是不错。在保持与前身相同的炮弹数量和装药量的同时， B52NG 引入了多项突破性功能，甚至有可能重新定义现代火炮系统。B52NG 安装在 MAN 8×8卡车底盘上，炮塔安装在底盘后部，整个武器面向底盘后方安装，在行军过程中通常转向前方，当部署至发射阵地时朝后方发射。在火力方面， B52NG 配备了此前版本中已经验证的火炮，使用 ERFB 时最大射程为 32.5 公里，使用 ERFB-BB 弹药时最大射程为 41.5 公里，而使用 VLAP 弹药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2公里。此前还可以在多轮撞击模式下发射3枚炮弹。B52NG 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改进了弹药处理系统，与前代自动装弹机种只有12枚炮弹不同， B52NG 拥有30发自动装弹量，其中只有6发处于存放状态。这项升级不仅会提升火炮的持续火力，并简化了装载过程，
显著减少射击之间的停机时间。这在战场上的作用可想而知，看看乌克兰战场就知道了。B52NG 最大射速为每分钟4发，如果需要装填特殊弹药，例如制导弹药或比标准弹药更长的弹药，则可以选择手动备用系统。并且 B52NG 还设立了新标准，不仅可以发射所有北约支持的弹药，还能容纳北约模块化装药系统，是整体装药兼容。这种多功能性能显著提升任务选择与操作灵活性，确保武器系统能够适用于不同的作战环境。B52NG 的信息化程度非常高，成员为5人，在火炮进行射击时，成员可以不用离开成员舱，只需要通过互通单元进行通信，然后使用惯性、GPS 等进行地面导航与定位。在火控方面 ，B52NG 使用了较大液晶显示器，在指挥席显示上级信息，在火控席显示弹道诸元，看见通过不同模式来确定火炮打击目标、弹种选择以及炮管俯仰等，还可以进行战场战车目标锁定、数据传输、弹道计算以及火力指令传达等任务，具备多发同时弹着能力，还具备手动备份能力。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